本以为俄美英法等国以放弃拥有核武器为前提，向乌克兰承诺的保证其领土完整，会让乌克兰一直远离战争。这张照片是2002年乌克兰签署契合协议之后，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架战略轰炸机被切断成两半的画面。如果那架搭载着核弹头的飞机还在，今天的乌克兰会如何打这一仗呢？核弹头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威慑力。那么今天咱们重点来聊一下轰炸机。俄罗斯前空军上将泽林曾说过，100次挥舞拳头不如轰炸机舞动一下翅膀，如此来形容战略轰炸机在战争中决定性的地位。以本次战争为例，恩格斯基地是俄罗斯唯一驻扎在该国欧洲部分的战略轰炸机组，隶属于俄第121重型轰炸机航空团。从开战至今，此地多次遭到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8月20日炸毁在跑道上的图 2M3， 就是乌克兰无人机的杰作。截止目前，包括121重型轰炸集团在内，俄罗斯所有战略轰炸机部队对乌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在白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境内发射对地或者反舰巡航导弹，比如发射装备常规战斗部的 KH-555、KH-101、KH-22超音速导弹等等。俄军用图 2M3 向乌克兰发射 KH-22， 可谓是频繁上演。今年1月至8月，基辅周边多栋公寓被 KH-22的残骸命中。乌军对此发表声明称，俄空军至少发射了超过500枚具有1吨左右战斗部的导弹。用战略轰炸机空射巡航导弹打击关键战略目标虽然有必要性，但全程都是这样使用，最关键炸的还是公寓，这就有些费解了。以往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优势是大量投送相对廉价的弹药，对地面进行大规模火力输出。即便投的是铁炸弹，只要数量够多，一样也能达到覆盖摧毁的效果。目前轰炸机一次可以投放几十枚卫星制导炸弹，这些导弹还能各自找各自的目标，属于地毯式精准轰炸时代。在叙利亚，俄罗斯曾经用图 2M3 轰炸机对反政府武装阵地投放了大量的高速炸弹，为地面作战扫除了障碍。不过，在乌克兰，俄罗斯仅在马里乌波尔钢铁厂战役中使用了图 2M 临空轰炸技术。那么其他时间，乌军不对乌克兰进行地毯式轰炸，难道真的如一些俄罗斯人所说那样，是对乌克兰的手下留情吗？客观来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根本谈不上先进，算是继承了当年苏联的遗产，技术一直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末，而且比较老旧。2022年2月24日凌晨，乌克兰防空雷达所有频段出现严重干扰，攻击随之而来。俄军第一波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乌克兰各地多个远程预警雷达，位于南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乌克兰地空导弹阵地顷刻间不复存在。固定部署的老旧 SA-3 防空导弹系统阵地也在此次空袭中损毁。仅从战况来分析的话，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空袭。不过很快，乌克兰收到西方国家的紧急预警，在主要阵地遭到下一波攻击之前，转移了部分机动防空系统以及部分 S-300PS-PT 防空导弹系统发射车。各类防空雷达、防空导弹系统在第2天和第3天迅速重新部署。深毛隼和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开始有效运行，乌克兰防空系统逐渐恢复。基本上从入侵的第3天开始，俄罗斯攻击机在突入乌克兰控制的空域时，就必须要进行低空飞行。几乎整个3月份，俄军苏 35S 和苏 30SM 战斗机大量执行的都是此类任务，飞在高空充当诱饵，试图让乌克兰防空导弹系统打开雷达。如果乌克兰防空导弹系统开机，那么苏 35S 和苏 30SM 就会发射 KH-31P 和 KH-58反辐射导弹，将其摧毁。但不随俄军所愿的是，其后续投入防空压制的兵力、平台和反辐射导弹的数量出现了严重不足。再加上乌克兰采取了防空游击战，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求每次空袭都能拦截，那么这就导致俄罗斯始终没有完全压制住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谁都知道，用装甲非制导炸弹的轰炸机轰炸乌克兰的防空以及军事设施，不仅高效，而且还更省钱。但面对乌克兰移动的防空系统以及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俄军轰炸机无法完全突防，更无法顺利投弹。所以，俄军没有通过大面积轰炸解决战斗，显然不是道德层面的高抬贵手，而是经济上的得不偿失。
俄军现在的图95、图160曾经过多次升级改进并重启生产线，因为轰炸机的突防能力有限，所以取消了这些机型投放常规炸弹的能力，只能搭载精确制导弹药。苏35、苏34等高性能战机已经充分证明了一点：轰炸机被打下来的代价是俄军所不能承受的。之所以俄军会在马里乌波尔使用轰炸战术，是因为当时该作战区域已经被俄军包围，周围的乌克兰防空系统也基本被清除。除此之外，咱们很难再看到俄军轰炸机对乌克兰进行领空轰炸的战况了。作为入侵一方尚且如此，那么作为防守方，乌克兰就算现在还有大型轰炸机，一样也只能长时间停在机场，不可能冒着被击落的风险飞到俄罗斯境内。当然了，俄军轰炸机没有贸然进入乌克兰，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比如乌军的军事区较为分散，大面积轰炸不一定能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俄军保留了部分主力，以防止潜在冲突的爆发，又或者说俄军的航空侦察并不乐观，这些都是合理的。战争发生后，因为忌惮乌军的防空系统，俄军数量本就不多的大型侦察机确实没有进入过乌克兰控制区的上空，对乌克兰西半部的空中情报侦察更是少见，这些都是既定的事实。但不论是什么原因，乌克兰都很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线生机，能不能绝地重生，就看之后的战况如何部署了。从以上这些信息来看，无论俄乌哪一方的战略轰炸机、战术轰炸机都很难左右这场战争的走向。可能也有人会说，因为俄乌轰炸机性能的不好，如果换成美国的 B2 甚至是 B21， 结果肯定会不一样。那么咱们接下来就来盘一盘美军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2022年12月2日，位于美国加州诺格公司的42号厂房人头攒动，全副武装的大兵努力维持着秩序，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热情的呼喊声打破夜空。厂房里那个幕布拖延着的庞然大物，代表着极致的暴力美学，是人类航空之路上新的结晶，也是此时人们所讨论的焦点。当气势磅礴的音乐响起，地面上的射灯齐射出科幻的淡蓝色灯光，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屏息凝神，只见幕布被缓缓揭开，一个造型酷似外形飞行器的大蝙蝠展现在了众人眼前。它就是2023年度正式装备于美军第6代战略轰炸机 B-21突袭者。那么将这型轰炸机投入到乌克兰的战场，它究竟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作为备受全球瞩目的第一架6代战机，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B-21的巡航能力、翼展以及载弹量比前一代 B-2逊色很多。不过机动性、隐身性以及整体机翼的造价都要优于 B-2。相比图160的 2.05 马赫最大飞行速度，其2到2.5马赫的速度也同样毫不逊色。这算是牺牲了原有的打击力度，提高了战略轰炸机的打击效率。随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的热播，下面这个事儿大家肯定不会陌生。1945年7月16日5点30分，一声巨响之后，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区的目标物瞬间化为乌有。世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从此人类进入了核时代。当大家都在感叹原子弹的威力的时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怎么才能把这个大宝贝运到他国领空呢？二战时期，运载火箭的技术还不成熟，最重要的是核武器重量和体积普遍都偏大。能运载它的当时只有续航6000公里、载弹量9吨的 B-29。在此之前 ，B-29干的都是远程丢炸弹的脏活累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覆盖式轰炸。飞行员很不乐意开，速度慢，动辄就得开10几个小时，腰酸背疼先不说，也容易遭遇战机或防空系统的针对。再加上投下的又是没长眼睛的铁疙瘩，虽然量大，但实际效果每次都不尽如人意。因此，那一时期的轰炸机被各国认为是有点肉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又无味。但是，当美国飞行员保罗·提贝兹驾驶 B-29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空投之后，战略轰炸机的发展立刻就进入了高潮。什么 B-52呀、图95啊，一批运载原子弹的轰炸机应运而生。不过，轰炸机的头牌日子没过多久，轻量核弹头、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等技术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个时候的导弹可以自己飞了。战略轰炸机不得不重操旧业，在小规模战场干起了覆盖式轰炸，没活干的只能被迫退役。比如英国的火神、法国的幻影4，分别在1993年、1996年退役。直到21世纪，发展新型战略轰炸机再次成为了美俄等军事强国的战略选择。战略轰炸机的定位，今天之所以会再次发生变化，
主要是因为相比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作为三位一体核打击中唯一的空际平台，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它可以临机决断起飞时间、航线选择和制空区域，不同于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停留在空中的战略轰炸机既可以发起快速打击，也可以随时终止任务。就像两个人打架，我有能力打你，但我可以不打，甚至打回去我还能再收回来。至于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你认错的态度。从执行堤坝终结者行动一战成名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到新世纪的 B-21轰炸机，发展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从一战时期主要承担部分前线对地支援轰炸任务，到二战时期逐渐担负对地对海定点或大面积轰炸任务，再到如今航程14000公里，能够搭载空射核战斗部巡航导弹，轰炸机外形变化和性能提升的同时，战场职能也不断拓展。除了核威慑，常规远程精确打击也是今天战略轰炸机的核心。信息化精确制导武器的普及，赋予了轰炸机持久的作战能力。超高的载弹量、多种弹药同时挂载、同时投弹、同时命中多个目标的能力等等，这些特点多用途战斗机永远无法取代，更非弹道导弹可比。但尽管这样，现在的战场特别像乌克兰一样复杂且游击化的战场，是否出动 B-21， 出动了 B-21能否结束战争，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首先就是目标空域是否存在有威胁的防空火力。就各国目前防御能力发展趋势而言，防空导弹和雷达越来越先进，电子干扰技术也更加成熟。相空阵雷达、空中预警机、高性能战斗机，这些都是防范隐形战略轰炸机的新手段。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派出129架 B-52， 有15架被越军的 C-75 防空导弹击落，战损率高达11%。防空导弹自重小，反应速度快，机动灵活，堪称战略轰炸机的梦魇。从那时起，战略轰炸机与防空导弹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矛盾较量。最早期，防空导弹性能一般，军工科研人员就为轰炸机加持了越快、越高、越安全的属性。比如美国的 XB-70、苏联的 T-4 等轰炸机型，最大飞行速度都可以达到2至3马赫。马欧有了高速度，盾自然也要加固。为遏制轰炸机高空高速来袭，军工科研人员将防空导弹设计得更高、更远、更快。冷战时期，苏联的 S-200、美国的波马克等防空导弹就给高空高速的战略轰炸机造成了致命威胁。这一回合呢，暂时以盾的胜利告终，战略轰炸机黯然退场。不过没过多久，科研人员又发现了一条新赛道，地面杂波、地形都会对雷达探测产生干扰，低空突防有着天然优势。于是科研人员通过翼身融合设计，采用变后掠翼布局，让飞行员能通过调整机翼后掠角度改变空气阻力的大小，从而实现战略轰炸机高空亚声速、低空亚声速、高空超声速这3种突防手段。贴地飞行的能力也第一次与轰炸机产生了关联。那么针对轰炸机的低空高速，军工人员也找到了应对之策。脉冲多普勒雷达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机载预警、导弹制导、武器火控等设备，通过发射波与回波之间的频率差，能轻易捕捉到高速移动的目标。这一升级逼得轰炸机终于穿上了隐身外衣，一把更锋利的长矛诞生了。B-2隐身轰炸机的看家本领就是隐身，这款战机机翼面积有400平方，而雷达反射面积却只有0.1平方，几乎做到了全隐身。就像天空飞过一只小鸟，雷达很难探测。配合电子战技术与自然环境的掩护，实战生存能力远高于其他技术手段。然而，无论是 B-2还是新一代的 B-21，战略轰炸机毕竟是庞然大物，想要实现完全隐身，还需要攻克多重难关。从历史规律来看，矛与盾谁都不可能一直占据上风。电子战飞机有相控雷达以及米波雷达，这些雷达都可以发现隐身战机的蛛丝马迹。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距离越来越远，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空导弹的射程。电子战飞机发现 B-2的方法很简单，依靠被动电磁信号搜集，获知飞机的位置信息。当然，这种方式并不能准确找到 B-2的位置，但大致能知道飞机的方位信息。如果再有米波雷达的加持，就可以对其进行定位追踪了。火控雷达的电磁波波长越来越短，一般都是毫米级别，波长越短就越能够聚集起更大能量的电磁波束，也就能发现更远距离的目标。但缺点是，对付反射面积小的隐身战机，它就成了瞎子。米波雷达为长波，现在米波雷达又被各国拿了出来，主要是为了对付隐身目标，这也是它目前唯一的优点。缺点是信号不连续，无法持续对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无法测算目标高度，且抗干扰能力差。
如果将火控雷达和米波雷达设置中央接收机，或者将这几部雷达的回波集中起来，是不是就能完美融合两型雷达的特点了呢？这就是目前相控阵雷达所存在的意义。如今能发现隐身战机的国家越来越多，一旦 B2 被雷达捕捉，基本上很难逃脱被击落的命运，除非它有强大的空中力护航机组。可一旦护航战机加入，那么集群目标更大，就更容易被发现。当然了 ，B2 目前还没有被击落过，以上的技术也仅仅只是理论。就算发现了 B2，能不能击落更是两说。但无论怎样，目前谁也不能保证乌克兰的任何雷达阵能不能发现 B2 或者 B21。从这一角度来说，先不说 B2 昂贵的造价，单说那一身到现在都还在保密的黑科技，拥有它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将置身于陌生的战场，更何况是在乌克兰。以此次战争为例，在 F-16等西式战机、飞行员等完全就位之后，乌克兰很可能发起总攻。但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军还是俄军，都长时间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战场密林丛生，沟壑遍布，到处都有防空洞。退一步讲，就算某一方拥有 B2，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以前轰炸机分为战略和战术两种，简单解释就是跑得远、带得多，一次轰炸甚至可以改变战争走向的，被称为战略轰炸机；飞得快、能俯冲式对地轰炸，配合其他兵种作战的，被称为战术轰炸机。随着各国隐身战机攻击性能的不断提升，战术轰炸机的意义开始变得广泛，甚至未来会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型号，比如美军的 F-15EX 照样也能干战术轰炸的活儿。但战略轰炸机的地位始终不变，甚至不断的在增加权重。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如今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提高核威慑等级。如 B2 或者 B21，单从服役数量就能看得出来，它的任务不是跑到战区进行高空轰炸，这么做和它的造价以及飞行成本完全不成正比。它的作用是长时间保持美国海陆空核三位一体的威胁。缺少任何一级都会使美国的核打击能力大大缩水，对其他国家的威慑力剧减。如果战略轰炸机从战场上销声匿迹的话，那敌人就会在后方空间变得有恃无恐。但如果它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更致命的话，那即使打击目标身处国防大楼的中心指挥部，也一样坐如针毡。军事战争学有一句论断，空中力量在战场上的作用是用来辅助地面攻击的。这里所指的空中力量一定不包括装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所以不管是美国、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未来的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潜伏备战，等待一鸣惊人。那么乌克兰的上空大概率就不会再有俄军轰炸机的身影了。再加上本身乌军没有战略轰炸机，那么接下来基辅该如何部署反攻战术，才能尽快赢得这场战争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看法，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